刚给你拔了剑，狼牙剑上有刀刺，幸好没伤到骨头。是。让。我爹说你不能喝水，来，吸点湿气，舒服一下。 我怎么在这里呀？元儿，你出去看着。我兄弟，你冒这么大的风险，帮长思度过这一难关，亲手小老儿一拜。我们呀，本来在双家山外路口等你，可是玉儿非要去山下接你。 幸亏听了他的话，不然咱们就错过了。你的命可真大呀！这大雪天儿，半个时辰你就冻成冰棍了。四爷，我知道你是好心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他们追上来发现了，不光是你，连同你下面那票伙计，都会被我连累。我长思行走江湖一辈子。 别说是恩人，就是萍水相逢，我也不能生在路上。你放心，我们天刚亮就出发了，一步不停，天黑之前可以赶到嵩山，他们应该追不上了。他们骑兵精良，就算咱们早走一夜，不出2个时辰，他们也赶得上来。在这雪地里。 车辙的痕迹，抹不去。撤！别走，四爷，我有个办法，可以死里逃生。哎，后头的跟啊，快点儿！ 徐大人，徐大人，有何指示？徐大人，滚开！里边去！让开！这里边没有，这儿也没有，我这儿也没有。老头儿，车上是什么呢？大鱼。盐呢？没有盐啊。对吧？是不是你们勾结好了，要帮着刘人出逃啊？乔老儿一辈子坏的东西不吃，犯法的事儿不干，跑江湖的人就怕惹官非啊！谁敢帮这个忙啊？小人说的都是实话。没有，没有，不可能！2条腿能跑过4条腿？咱们这一路过来就没见过旁人。
车里。是，大人。知道藏你留人的后果。小人有几颗脑袋，敢干这种事儿啊！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大人，本来说好今天要去吉林的，要不等您回来以后再细细的。都上马！老东西，这人要是找不到，我就着落在你身上。别以为你躲得开。小人说的是实话。孩子，赶紧上车，抓紧赶路。别提这事儿。孩子，到前面山头，给我看着。如果那帮人再回来，赶紧发信号，惊喜这点儿咱们保不齐先。好嘞。C， 稳妥起见，让装满盐的车先走。兄弟们，把做饭的家伙事拿出来，凿开地面，往那3辆车里灌。把你们吃的面饼泡了香油，撕碎了放在筐里，系上绳子放在水里，半个时辰以后提起来，抓了鱼装车里。这里地势一马平川，藏不住人，只能冒险一试了。怎么样？骗过去了吗？我交代的东西送出去了吗？你放心，没问题。走。野影子已经盖了城防大印，另外还有一事，需四爷帮忙。门外有一包账本，急速派人送至吉林将军府，救命良方，越快越好。结实，什么鸡毛狗叫的说。
标下给大人请安。标下未能城外迎接，死罪。标下耽误了一日，本想今天一早就去吉林请安。这是什么？是孝典将军的毛皮，这些虎皮是属下亲自挑选，都是一箭胜穿双眼，皮子一丝一毫都未伤到。这是什么？参酒，里面都是野山参，标下选了最好的参炮了，给将军大人滋补身体。还有吗？里边还有。收获真不错，把东西给他。看上面的账目对不对？怎么，自己的东西不认得了？将军大人，这是那些犯人污蔑在下的，都是子虚乌有的事儿。标下对将军忠心不二。送账本的人还附上了一张单子，上面说你贪赃枉法，你把朝廷犯人当作自己的家奴，予取予夺，草菅人命。说，我不管，他就要送往京城。这个古平原可是你的手下，所以麻烦你老兄摘掉帽子，让我好好查一查。将军大人，这是绝对没有的事儿。标下是朝廷命官，大人不能提起流犯的话。单子上还说，你给南方反贼提供战马，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呀，连我都得被连累上。这事儿有吗？没有。吉林将军令：灵谷塔四平滚带驱三，贪婪成性，勾结反贼，蛮横无耻，我使赵武时不思妄想有疑。灵谷塔四平滚带驱三，贪婪成性。哎，兄弟，荀子17号吗？怎么子？哎，你老兄可不要乱走啊，让巡场看见就麻烦了啊！我从会址来找个堂相，我走的时候他娘憋的就剩下一口气了。图见到他的时候一定抓他回去。这个人姓谷，上品下云。嘘，巡场的来了。哎。我从会址来找个堂相，我走的时候他娘憋的就剩下一口气了。图见到他的时候一定抓他回去。这个人姓谷，上品下云。我是谷平原，刚才谁找我？我是谷平原，我是徽州的，刚才谁找我？我是谷平原，我是徽州的。考场之内禁止说话。刚才有人找我吗？走。我是谷平原。科场之内，这里都是局子，难道说你们在抓贼吗？家中老母病重，我心如刀绞，学生要交卷，这一科我不考了。查，徽州生员谷平原咆哮科场，辱骂上官，犯大不敬律。着杖50，流放宁古塔15年。走走。
你这个傻子，你被人害了。可我听得真真切切，他娘憋的只剩下一口气了。哎呀，这个人年纪轻轻的，被流放15年了，人家可惜了嘛这。这谁要害他？刚多大他啷个这事？谁说不是了？你哭什么？谁哭啊？先擦还来得及。你把我们都吓坏了，一直说胡话，一会儿喊打，一会儿喊杀，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山大王呢。哥，干嘛？哎，别，你乖一点。你这是发烧了，受了外伤，被冰水一激，热毒全出来了。我跟爹爹轮着班的照看你。大夫说了，能不能好，这几天很关键。不说这些了，哎，我给你讲个笑话。有一个人，他这辈子做了好多好事儿，他死了之后呢，见到阎王，阎王爷就跟他说：“你可以自己选一个人家投胎，随便挑。”于是他说：“我想选一家家财万贯、无父无母、娇妻美妾，一辈子平安吉祥，最后得享高寿。”阎王爷就说：“哎，老兄。”要有这样的地方，我就去了。你来当阎王好不好？不好笑是不是？若有来生，我想像你一样跑马吧，不读书。怎么突然说这个呀？你死不了。是吗？嗯。你看你，自己夸自己是大男人，结果怕死怕得要命。哎，我常年跟着我爹东跑西颠，在悬崖上睡过觉，在草原上遇过狼群，我都没怕过。就开始怕了一点，后面我就不怕了。我如果真死了，有你们哭，有你们埋，我不怕。让那姓古的死了算了，俺惹了麻烦还手啊！我流放的罪犯带在身边，那是要抄家砍头的。您说您怎么那么糊涂呢？要我说，咱到了山海关，找个村子，找户人家，
啊，给人家点钱，让人家照顾他。那至于他能不能活，和咱没关系。他现在啊，病得这么重，离开咱们，死路一条。那为什么非得带他走呢？你火气怎么这么大呀？黑子，啊，我老了，你以后召集弟兄们继续跑马帮，记住我一句话：天大地大，不如人的命大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就算撞上一个生人，能帮还是要帮的，更何况他与我们有恩呢。你要是怕了，你先走吧。少爷回来了！少爷回来了！快去厢房给老爷报一声，走走，定有赏钱。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上个月管家回来了，说这回啊，您自个儿谈了一笔大生意。看少爷这么春风得意，这生意一定是谈成了。少爷，老爷有请，直接到书房相见。请听少爷，老爷在屋里等您。孩儿回来了，给父亲大人请安。进来。爹，孩儿回来了，给父亲问安。都办妥了。都办妥了。马过辽阳就有人接手。苏小姐回南，孩儿这次星夜兼程赶回来。我都知道。苏小姐托人送过信，这一路还算顺利。苏小姐写信了，她说我什么呀？你想知道什么？孩儿这次大概并没有做错什么呀。看来你做的都对。爹，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跟逃亡的刘仁打交道？你知不知道大清的刘仁法，包庇窝藏与刘仁同罪？咱们家家大业大，多少人眼睛盯着，巴不得咱们出事呢，他们好群起攻之。爹，没您说那么严重吧？那张广发买人参娃娃回来，还带了一个孩子呢。我把兄弟托付给我那对母子呀，放在咱们家药铺里了，改名换姓，当学徒养着呗。我没说他们。你说古平原啊？没那小子，我们根本回不来。爹，那个人您是没见过，我觉得倒也是仗义、有担当的人，就是不知道他这次活下来没有。要是活下来了，可以和他做朋友。做朋友？你跟他做什么朋友？他一下带2个人出来，那官府要是查我们，全家人都得被你害绝了。那苏小姐，苏小姐是苏小姐，你是你。他要造反，你想跟着掺和？他去买战马，我让你协助，他能买得进带不出来那是他的事，你出什么大个的？还找人帮忙？哎呀，爹，反正我做什么都不对，天底下您最英明，但又不是我要去的，那苏小姐是您让我等的呀，那苏小姐她是反对您是什么？您那还怪起我呢？苏小姐你怎么看？美女蛇，美则美矣，感觉冰凉，摸不透，而且她的手段狠得让人害怕。我走过南七北六13省，见过大大小小的生意人，
他应该算得上是第一聪明人。我不敢不帮，也不敢招惹。他就是我命里的劫数。爹，那您跟他怎么认识的呀？为什么这么拼尽全力的帮他？无非以利诱之。生意人贪财，读书人贪名，当官的贪位子，只要心有所求，那就算是跳了崖了。老天爷真是帮忙了，热毒啊，居然给降下去了。真馋吃糊的了，喝口粥都费劲。打上初愈啊，慢慢就好起来了。大难不死，必后福啊！四爷，我顾平原这条命是你救回来的，我一辈子念你的恩，不知道将来有没有机会可以报答。哎，讲什么报答不报答的？我长此走了一辈子江湖，这是最后一次，能把你救活，算是圆满了。常姑娘们，这几日我迷迷糊糊的，每次醒来看到她，不是在煎药，就是在打水洗手间。我这一条贱命还能有这种福报，我想好好谢谢她。不说他了，说说你吧，今后有什么打算？我不知道。乡里的那些人都知道我被革了功名，被流放了。我怕我猛地这么一回去，会惊动官府。你就跟我一起回平遥吧。我怕不妥。好了，就听我的吧。你家里还有什么人？有个老娘，还有弟弟，还有个白老师。还有个老师？白老师对我很好的，他还把他的亲生女儿许配给我。顾兄弟，你不是说你未曾婚配吗？啊，我说我还没成亲，本来约定的等大考完之后再说亲事，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。
你好好歇着，少说话，伤气。干什么，女婿？送药。你坐那儿。爹有话跟你说。孩子，从今以后，照顾古先生的事儿，你不用管了。行，我去把药锅洗了，也不用再找大夫，把他往街上一扔，还省房钱。净说屁话！坐。不是你想让他活吗？提着脑袋一路带着他。我说的是你。人过去，心不能过去。这些天你没日没夜的照顾他，爹都看在眼里。我提醒你，你还是个姑娘，还没找婆家呢。我老了，也跑不动了。以后啊，你得踏踏实实的嫁人。我也没有儿子，只能守着你过。你总不能嫁一个流放的犯人。爹，我救他不是因为我要嫁他，是因为古大哥是好人，也帮过我们。我不能眼睁睁就看着他这么死掉。你莫说他是流放的犯人，他就算是妖魔鬼怪，今儿我也要救。烫着。快到家了啊！都打起精神来！你看，那就是雁门关，说书先生讲的。金刀杨老令公带着7狼8虎镇守在此，要不是双龙会在那奸臣潘仁美所骗，何至于把一位盖世的英雄逼得撞死在这山上？我真后悔。人家被撞死，你后悔什么呀？我常年跟着我爹东跑西颠，我总抱怨他，听书只能听一半，不管多么牵肠挂肚，非走不可。再回来，要么换了一个说书先生，要么换了一套书。只有那年下大雨，马队走不了了，我完整的听了一部《杨家将》。只可惜，我喜欢的人全死了。但现在想想，倒也是，好日子难得。你看，像我爹，这几日这么高兴，还有你陪在我身边说笑。这么好的日子，不知道将来想起来，会不会也特别难过？你当我瞎讲吧，我爹总说我爱胡思乱想，没个正经。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的。古人常说，努力爱春华，莫忘欢乐时。人这辈子快乐的时候本身就没有多少。下次你爹再跑马帮，我想跟着学学做生意。我爹说了，你是读书人，是要考状元做大官，经商是建业。我还考状元呢，我都被人革了功名了，这辈子都没有当读书人的资格了。天底下士农工商，但谁说商人就不如读书人？哎，你说如果我求求你爹，让他收我为徒，教我做生意，他能答应吗？我爹必然十分欢喜。他若不教你，我可以教你。嗯。哎，古大哥，我问你个事儿。你想？你千里迢迢逃出来，就是为了跟我爹学做生意？我若说是，那便是骗你。实在是，我经历的这些劫难吧，都太过古怪，到现在也想不明白原因。但这辈子，就算是豁出命去，我也得搞清楚。什么？在我儿时，我爹外出会试，结果一去不复返。待到我要去京城会试之前，老娘再三叮嘱，无论如何都要找一找我爹的下落。
我去到京城四处寻访未果，之后便在考场里出了事。我总觉得后头有一只手，一只看不见的手，在向我父子痛下杀招。至于中间的是是非非究竟是如何，我若不逃出来，一直在宁古塔，我想破了脑袋也没用。那你要到哪里查出真相？开始只想着先逃出来再说，如今真成了流犯，天下之大却无处可逃，真是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。卜大哥，你是好人，天下有路，天下人走，你不妨委身在此，学学生意，等到朝廷大赦再动身也不迟，何必长吁短叹呢？你说的对，我是读书人的酸气又冒出来。准备下山。咱们快到家了。死车不见了，四爷，跟哪回哪了？发财发财！哟，回来了啊，黑子哥。四爷好啊！好好好！哎呦，拜个早年啊，四爷！四爷发财！四爷发财！四爷发财啊！发财发财！四爷，恭喜发财！哎，曹四爷回来了！哎，啊，四爷，有些日子没见了啊！哎，你没见过银子啊？好家伙，这银山，这不得上千斤重啊！怪不得叫祭祀碑呢。这天底下谁搬得走啊？这就是王天贵的票号，平遥城里第一不仁不义的东西。若不是他，我爹何至于到冰天雪地的关外去受罪？走。四爷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我爹前年就不打算往外跑了，买了一个房子，包了官家的2亩盐田。那王天贵不知道听谁讲，说我家那套宅子盖在平遥县城的龙头上，最是发达。他几次想买，我爹不肯卖，他就唆使那李赖子到官府里去告。县太老爷也被他给买通了，案子挂起来不审，还封了盐田，说结案之前不许出盐，差点没把我们家给憋死。呀，常老四回来了。昨天4辆盐车先回来的，老家伙刚过去。刚才这马队里边，我看着有一个年轻的后生，眼生的很呐。去查查。陆兄弟，看看我这套宅子呀，是平遥城里啊最好的4合院，风水好，聚气。好好露一手啊！这是花厅，走，我带你进去看看。陆兄弟，这就是后院。哟，四爷啊，您快尝尝这刚拆封的老酒呀！好酒。来，闻闻。我们山西人生了闺女啊，就把50斤的酒埋起来，等她出嫁的时候挖出来喝，就叫女儿红，儿子叫状元红。我这几坛酒啊，可是平遥顶尖的酒坊里酿出来的尖红，晚上好喝。晚上给我喝倒。好嘞，四爷，谢四爷。哎呦，来，学弟吧。这就是后院，这是正房坎位啊，男主人住的。这边是西厢房，玉儿住的地方。这东边呢，升旗位、喝茶、活动的地方。黑子，啊，烟交了吗？放心吧，钱都结完拿回来了。赶紧把红包包好，明天一早啊，大伙儿要回家过年了。劳齿加1，每个人呀多分1成。但我怕还不够还王天贵票号的钱。有人在就有钱在，
大伙跟着咱们冰天雪地担心说玩了这么久，咱们自己少点，没事。走。哎，你别拦着我！程老头在不在？我告诉你，让他赶紧出来，把盐田还我。怎么回事？四爷是李赖子和王天贵那票号的管家，我这就给他们打出去。哎，马上就过年了，哪有把人赶出去的道理？客气点，把人请进来。行。读了四书五经，学会一身坦荡，翻过陈年旧账，走马几轮光阴，也走历了面庞，演过人情薄凉。我看过万里雪茫茫，也曾被谁紧握不放，只剩这一柴米油盐中口随意尝，翻一个身，趁机回肠，好戏正在开场。天下有道理千钧一气万两，做人应如同伴，外圆内方，一步烽烟一条路，一生用脚步丈量。嘿，众生万象，粉墨登场，说到最后总是传奇一桩。上一有道，我担当。嘿，日出东方。流过多少血泪，只要爬得起来，纯洁当作小将，还能喘一口气，就撑起这脊梁，扛过刀剑风霜。人生在世本就长，咬紧了牙关走一趟，凭谁人说痴心妄想，众口随意张，翻一个身，趁机回肠，好戏正在开场。天下有道理千钧一气万两，做人应如同伴，外圆内方，一步烽烟一条路，一生用脚步丈量。乾坤过尽人间万象，尘埃落定留下传奇一桩。山河浩渺我担当。日出东方。